是一场王牌与王牌的对决。当全红婵和陈芋汐作为对手同时出现在一场比赛中时，也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的选手只能变成小迷妹，静静地看着这两位大神秀操作。外国跳水队煞费苦心研究的压水花技术，到了他们俩这里就是基本操作，直接将国外教练看得心服口服。这激动人心的比赛就是2023年跳水世界杯西安站女子10米跳台决赛现场。此次中国队派出全红婵和陈芋汐参战，昔日的王炸组合今天将变成对手，一决高下。虽然今天参赛的其他选手实力也非常强劲，但很可惜注定要沦为全红婵和陈芋汐的飞金版。首先登场的是意大利选手萨库拉，她的第一跳选择5253，第一难度系数3.2。萨库拉的这一跳得到了72.00分。第二位登场的是英国选手斯托里尼，他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不愧是全红婵的好朋友，托里尼的这一跳得到了76.8分，展现了不俗的实力。随后就是我们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一跳，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陈芋汐的状态不错，第一跳得到了85.5分。让我们来看全红婵的第一跳，同样是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完美一跳得到了87.00分。第一轮结束，全红婵暂排第一，陈芋汐排名第二。接下来是意大利选手的第二跳，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3.0。最后只得到了58.5分。同样的动作，在对比之下，你就知道中国队做的有多好。下面是英国选手的第二跳，选择407，低难度系数3.2。最后得到了67.2分。小姑娘歪了歪脑袋，也是十分清楚自己的问题出在哪。我们来看陈芋汐的第二跳407，低难度系数3.2，最后得到了92.8分。全红婵的第二跳同样选择407，低难度系数3.2。这一跳的空中动作十分漂亮，但是入水控制欠缺了一点，最后得到了83.2分。这一轮陈芋汐反超到了第一，全红婵以8分之差排在第二。要知道高手对决比的就是毫厘之间。我们来看意大利选手的第三跳，最后得到了52.8分。中国选手的第三跳，最后得到了67.5分。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三跳126C，难度系数3.3。稳定一跳，再次得到了92.4分。中国选手全红婵的第三跳，选择6243，低难度系数3.2，同样得到了92.8分。这一轮，两位中国选手以绝对分差稳门占据第一，全红婵仅仅落后7分。现场的粉丝们也在为他加油打气。意大利选手的第四跳，最后得到59.45分。英国选手的第四跳，最后得到了67.2分。中国选手陈芋汐的第四跳，选择207，难度系数3.3。这一跳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得到了69.3分。此时全红婵反超的机会来了，她同样选择207，难度系数3.3。看来俩人对207这个动作把握性都不大。全红婵的这一跳同样出现失误，只得到了69.3分。很可惜，这一轮全红婵并没有把握住机会，依然以7分之差排名第二。还剩最后一跳，到底是陈芋汐夺冠还是全红婵逆转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意大利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4.00分。英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后得到了81.6分。接下来就是陈芋汐和全红婵的最后一跳，大家屏住呼吸，千万不要眨眼。陈芋汐选择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，稳稳的拿到了91.2分。此时压力来到了全红婵这里，全红婵的最后一跳5253，低难度系数3.2。裁判同样也给了91.2分，恭喜陈芋汐。不过全红婵之所以被大家喜欢，不仅仅是因为其强大的实力，更重要的是底层出身的她拥有着一颗不服输、打不到的大心脏，杀不死的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。让我们给全红婵加油点赞，同时也为陈芋汐点赞，你们都是好样们。
是王炸组合首次合体的珍贵一项。众所周知，全红婵和陈芋汐是单跳领域的绝对王者，两人合则天下无敌，分则各自为王。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前，他们竟然遭受到了外界的质疑，因为双人跳水更注意队友之间的配合和默契，而俩人在此之前仅在一起训练了3个月，所以这次的国际大赛，很多人都不认为这对组合可以夺冠。不过王者生来就是为了打破质疑，随后在比赛中，全红婵和陈芋汐用绝对实力让这些质疑声烟消云散。这是2022年布达佩斯跳水世锦赛女子双人10米台预赛的比赛现场。本次比赛不仅仅是决定下轮比赛的出场顺序，更是各个国家队之间的互相试探。此次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网拍选手全红婵和陈芋汐，虽说俩人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是仅只有3个月训练的默契，也让外国跳水队看到了胜利的曙光。所以此次他们派出了强大的阵容，其中不乏一些搭档多年的跳水组合。那初次配合登台的王炸组合能否抵住压力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首先登场的是美国队，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后得到了46.2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一跳同样是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稳定一跳，最后得到了50.4分。德国队的第一跳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8.00分。接下来就是王炸组合的第一跳，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王炸组合的第一跳便得到了50.4分。第一轮结束，马来西亚队和中国队并列第一，由此可见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。来看美国队的第二跳，选择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4.4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二跳2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出色的一跳，再次拿到了49.8分。德国队的第二跳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最后得到了48.6分。中国队的第二跳选择301低难度系数 2.0， 渐入佳境的王炸组合这一跳得到了53.4分。第一轮中国队仅领先第2名，马来西亚队3分。不过来到第3轮，动作难度将再次升级，到底哪个国家队会露出破绽呢？我们来看美国选手的第3跳，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只得到了68.4分。马来西亚队的第3跳同样是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出现了严重失误，最后只得到了60.3分。德国队的第3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得到了64.32分。中国队的第3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稳稳一跳得到了77.4分。这轮难度升级后，很多选手都原形毕露，而中国王炸组合则是趁机拉开了分差，以181.2的总分排名第一。来到第4轮，美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最后得到了69.12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这一跳更加是离了个大谱，直接致敬了隔壁菲律宾的兄弟，最后仅得到了52.8分。德国选手的第4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 3.0， 马来西亚和德国队的这2跳，连菲律宾跳水队看后都要直呼内行，最后得到了57.6分。2个国家队的失误也将场馆内的气氛降至了冰点。随后王炸组合登上了赛场，他们的第4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 3.2， 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完美一跳得到了83.52分。王炸组合的这一跳也是在宣告全世界，当他们并肩作战之时，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无敌的存在。本轮战罢，中国队遥遥领先，此时还剩最后一跳。虽说比赛的悬念已经不是很大，但是现场人们仿佛是挖到了宝藏，真期待着王炸组合还能迸发出多少惊喜。美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8.16分。马来西亚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57.6分。中国选手的最后一跳，最后得到了63.36分。接下来就是中国队的最后一跳，全场人都屏气凝神，一起来欣赏王炸组合的跳水声音。非常流畅啊，一气呵成，两个人真的就像照镜子一样啊。我们从画面这个旁侧的镜头看过去，就像一个人在跳水一样。此刻全红婵和陈芋汐已经和王炸组合的跳水声音合二为一，空中的俩人仿佛如复制粘贴一般，从侧面丝毫看不出是2个人在跳水。最后王炸组合轻松获得了第一，向全世界宣告最强双人组就此诞生。最后让我们给王炸组合鼓掌点赞，你们是我们的骄傲。